像大家每年都会许一个什么新年新希望，像我个人是认为不需要去设定目标，你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去前进，在不设立目标的情况下，你会达到一个你永远都想不到你自己会到达的那个高度。人生不如意，十之八九。如果有事，来喝杯酒。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。这个单元最主要在分享一些有感触的人事物。我是你的人生好伴，我是小欧。恭喜发财，我是 King。大家好，人生小酒馆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那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集，那想要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小酒馆的一个风格。今天我们不聊有感触的故事，是的，我们今天聊一些跟你觉得会有感触的事物。所以我们今天找了一个民俗老师来帮大家解解运，看看今年龙年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地方。迎接新的2024年，我们想要就是祝贺大家龙年行大运。既然要进入2024年，就是跨年嘛，大家跨年都在干些什么事情？小时候其实对跨年反而印象不多，因为小时候可能比较多的都是过年这件事情，反倒是跨年比较少。所以你跨年不会跟爸妈一起吃饭？就是很例行，就是跨年还是会跟家里面吃饭啊。我觉得就是跟以往没什么两样，就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哪个地方？101，对，是从101落成之后开始有烟火，就所有一切好像变了。以前跨年哪有什么演唱会，根本也没有演唱会啊。那老师呢？你跨年都在忙什么事呢？我还是待在家啦，看看电视。没事的话，我就还是写写心经，练练书法，这是我平时的爱好。小欧嘞，小欧你平常都跨年都在干嘛？我以前跨年都会跟家人一起吃饭，大概24、25岁吧，每一年都会跟我的小学同学一起跨年。当然以前就比较像是一起聚在一起煮火锅啊，吃个饭。101出来的时候，就有一年就有去看烟火。你们有去看101烟火过吗？哦，有啊，一定有啊。你那时候对101烟火的感受是怎么样？一开始看的时候，其实就觉得蛮新奇的，因为我们经历过2个时期嘛。前对我们来讲，其实最重要的是过年，并不是跨年。开始有了101之后，其实就带另外一股风潮，就是原来跨年要去看烟火这件事情，听演唱会。当然，我会觉得说，突然增加了一个年节气氛在。如果你要以现在来讲，我所谓的节日是可以过的东西变多了。对我们来讲，可能比较多年节的气氛会是在比如说过年、端午节、中秋节，刚刚讲的元宵嘛。大家对于年节这种东西，其实无形当中也越来越重视过年过节的气氛。跨年我想到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年，然后我历经了一件事情，我就决定再也不去101烟火。我曾经有一阵子是长期住在那个香港，所以那时候就结交一个香港的女朋友。然后因为我就回来台湾，她就要来台湾找我。那时候101刚落成没多久，所以她就吵着一定要去101。一直以来我很讨厌那种人挤人的那个环境，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夸张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交通管制，所以我们是6点去101旁边吃饭。当天我光等餐厅等餐这一件事情就耗了3个小时，然后吃完大概也11点了。你看我6点去，我11点出来，然后我要去101的时候，已经人挤为患，挤到我记得是挤到松仁路，然后就只能很远的那边说5、4、3、2、1耶 ，Happy New Year 耶！然后突然就觉得，干好空虚哦。我看我旁边的女朋友超快乐，所以从那之后我就觉得，干以后如果说有哪个女朋友跟我说想去101，我就跟她说，干我应该那天会肚子痛什么之类的。其实你跟我一样我其实真正挤到101下方看，也只有那么一次而已。我从那次之后，我也再不近距离的观看101烟火，是因为在下面看完之后，突然会发现靠北妈就只有一堆灰而已，然后还会掉在你脸上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我记得我们冬天都是吹东北季风。如果说你的方位不对的话，你只会看到前面10秒钟就啾啾啾啾啾，然后全部都是烟雾，然后接下来就都是烟了，然后后来完全看不到什么鬼东西。我还记得有一年是我朋友有一次跟我说，因为他在住大安森林公园这边，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讲说，那个今年的跨年啊，要不要来我们家过？他说我们家顶楼啊，到顶楼去看，基本上是可以看得到101的。后来那天我们就在他们家煮火锅啊，就倒数的时候，我们赶快用飞奔的，就是先搭电梯，他们顶楼是13楼，等于是搭到12楼，再从12楼的楼梯走上去。就他妈的到上面的时候，门一打开，干大家傻眼，因为刚好隔壁有个新建案，刚好挡住101本体，所以你抽下来之后看到旁边有火而已。
但也不用太担心。之前的公司是在那个基隆路跟和平东路交叉口，而且我们是那一栋交叉口的21楼，我们到101没有任何建筑物的遮挡，但没有1年看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刚刚讲东北季风，我们只看到前10秒钟，后来全部都是一团雾。对，就有点像仙女棒，仙女棒啊，仙女棒就马桶刷，对，马桶刷完全看不到，后面都没有看到。既然讲到方位，似乎是对我们的这一种命理学跟我们的这个运势有关系。这个时候我就想要说，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明年2024年龙年嘛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因为明年2024年是龙年嘛，刚好是我们这个8运2004年到2023年即将走完，而9运呢也即将在2024年一直到2043年开启一个新的20年。但这新的20年呢，会比较常发生一些交通不安啊，或是有许多动荡，还蛮容易在这20年间发生的。看一下现在的国际情势，其实都还蛮准的。这样看下来是差不多会是走朝这个方向过去。应该是有一些预兆在酝酿当中了。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化解这些事情呢？其实进入9运之后要做的5件事，我在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：加强你自己的外在美跟内在美，希望大家去多进修自己，不管是宗教啊，还是身心灵跟精神上面，都一定要心存善念，以善为本嘛。好人会有好报这件事情，相信大家都听过，尽量不要去钻一些偏门漏洞，好好的在你努力的这条路上继续努力。如果是从外观啊打扮来讲的话，大家可以尽量就是穿比较鲜艳一点颜色、亮色系的，因为这样整个人气色都会看起来比较好。化妆的时候也是，就是眼睛是灵魂之窗嘛，人与人在交流的时候，眼睛的对谈是很重要。女生在眼妆上面可以做一点不一样的小巧事，都有帮助你运势越来越顺利的这种感觉，有运势提升的效果在就对了。可是那男生呢？如果说男生的话，男生总不能化眼妆吧？男生哦，我觉得就是可以多穿一些比较跳的颜色，粉红色的衣服，红色或是橘色这种比较偏火象的。9运是走火运，穿这些有相关颜色的这些衣服，也会对这个运势带来一个不错的发展。这样，老师，那你觉得我们2个今天穿的衣服有合格吗？你们2个今天穿衣服是够红没有错，不过你们一整年如果都这样穿的话，可能会有点问题。我那个就赌一口气，我就整年都穿这样。请记得这一件事情不能卡，我就看 King 你明年2024年会不会整天穿这个衣服。就毕竟红色这件事情对我们华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招喜气的，会让人家看起来很贵气，或者是运势很好的那种感觉。当别人觉得你运势好的时候，你自己的运势其实就会好起来。招贵人，招贵人，招贵人。那 King 你有红内裤吗？基本上我什么衣服都有红，我就是唯独没有红内裤。你真的敢穿红内裤吗？穿在里面为什么会不敢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以前就是对红内裤我一直不敢尝试。我的问题其实不是敢不敢穿，是我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得到红内裤啊。可以吧？现在上网搜寻应该都有吧？一般的量贩店有卖吗？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都推荐他们去买 CK 的。像我一些朋友知道我在做这个嘛，就会想要在打麻将的时候有点好运。打麻将穿红内裤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口耳相传的一件事情，但其他是真的有邪门之处。那如果说4个人都穿红内裤呢？哦，那个就叫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厮杀。一血流成河。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大家4个打麻将穿红内裤好。可是我们打麻将之前要先看一下说，你穿什么颜色内裤啊？你先把它掏出来一下。真的会穿红内裤的人是真的有强烈的那个欲望，真的会穿的其实不多。真的想要赢钱的人，他才会真的去穿红内裤。我 EMBA 有个学姐，她运气超旺的，然后她几乎都穿红内裤。因为我跟她认识好几年，然后每一年的尾牙，她拿到头奖好像拿3次。不是，他这个已经暴露出一些，你这句话其实已经暴露出一些端倪了。你为什么会知道他只穿红内裤？因为有一次我说，干你为什么运气那么好？就拉他的红内裤的裤头给我看，他就说我穿红内裤，我要靠背，你给我看在干嘛？就第一个是打扮的亮眼一点，男生可以打扮穿红色这样，那女生就是在眼妆的部分多下点功夫。第二个呢，其实就是不断的学习啊。这几年开始 AI 非常流行嘛，多学这种新的科技，也是对自己的运势是有帮助的。不单单只是在这个命理学上面来讲，你在一般的社会上多学习这件事情，本来就会让你的事业运越来越
越好，保有一个上进的心。阿 King 呢？你有算过你2023年读过最有感的一本书是什么？今年看了蛮多书的，其实最有感的一本书是《改变的力量》，可是它已经绝版了。那是因为我去刚好因缘巧合之下去上了一个课程，然后才发现原来那个老师之前有出过书的，只是后来都不卖了。因为如果你都看书就会了，你就不用去上课了。透过网络去 Google， 我还发现，他以前其实是有出过书的。当然，这本书一定是二手书。我买了这本书回来，从头翻到尾之后，我真的发现书的内容就是他上课讲的内容。可是我蛮认同老师讲的，就是其实不管怎么样，其实我觉得人保持着学习上进的心是必然的，是一定要的。因为今年我就成立了这一间自媒体公司嘛，那个时候我有看了一本书叫《精准写作》，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好像是记者，那大家都会认为说他的访纲、他访谈对象这个部分做得很好，他才意识到说原来他在这一块是有一个天赋，或者他的逻辑跟观念跟别人不同。那个时候因为我不是这个行业的，我连什么访纲怎么写我都不知道，我要去访问职人，我操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了那一本书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叫鱼骨式的一个架构，每个文章都要标题跟内文，标题跟内文要前后呼应，尤其是你最后一个结尾要跟下一个标题要又在呼应，这样子你的故事就会一直有连贯，一直连贯。那本书算是做职人访谈访纲上面是蛮有帮助，而且再加上说我们后来一系列的很多的一些节目，你会让观众产生一种想要继续看下去的一种念头，所以那本书对我来说是2023年蛮有帮助的一本书。而且我觉得现在人其实学习的管道其实蛮多元的，跟我们以前比起来，其实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超幸福的。以前可能你真的想学，可能在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，大部分就是只能看书而已。可是现在也有所谓的像听书啊，或者是已经有人帮你把所有的书的内容已经精简到，其实可能在一张 A4 纸就已经可以把所有的大纲或者是重点部分都已经帮你汇整出来。我记得4年前大陆有一个叫逻辑思维的一个人，他叫罗胖，然后他就专门在说书，他就把故事的内容给精简化，然后说给你听。然后 Podcast 频道有一个叫做下一站读什么，然后他是瓦基，然后他也是专门在讲一些书的他读后的摘要跟重点。我觉得这也是还不错，就是因为现在你要看的书很多，那你不妨可以先去听一下别人的摘要，那你如果认为说这个摘要是对你有帮助的，你再自己去看一下书的内容就可以。但我其实也蛮认同你说的，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人在学习这件事上，我也蛮认同老师的，因为我认为学习有时候不仅限于书，是因为我前几天从蚂蚁身上领悟到个道理，现代的人遇到了前面一扇墙，他就一直撞，一直撞，也不会去绕路。前阵子我们家闹蚁荒，你杀了一只蚂蚁，还有千万只的蚂蚁，怎么杀都杀不死。那我就想说啊，我想要找到它的窝，然后就在我们家的厕所，蚂蚁就从那边出来，我就拿那个白胶堵那个洞，因为白胶你上了一层，还慢慢变干嘛，再上一层，再上，它就变成一个完全进不去的东西。然后我就看到蚂蚁一直进不去，一直进不去，我说嘿嘿爽。正当我觉得得意的时候，隔天睡觉起床，它从另外一个洞钻出来，我想说操，蚂蚁都比人类还聪明哎，这条路行不通，它找别条路来走。人类有时候都领悟不到的道理，蚂蚁居然都懂。从蚂蚁身上我就觉得哇，我们很长这条路行不通，我们就一直不断的撞，一直不断的撞，就觉得好像如果说你绕别条路，会觉得好像自己之前做的事情都白费了。承认自己很愚蠢，承认自己很笨的，就觉得我就是要继续坚持下去看看。但是这条路明明就是不行的一条路，也不会去绕路。但是你看蚂蚁已经知道前面这条路不能走，他们去找别条路出来，然后继续可以回到他的窝。我看完蚂蚁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但除了蚂蚁它会自己绕路找到新的出路以外，而不是只是局限于一个点以外，我要讲的是说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不用去执着于学习一定是书本。你去仔细观察你生活中很多的一些小事情，可能你都会有一些有所的启发，或者是从朋友身上学习啊，从事情发生上面去学习啊。学习是无所不在的东西，任何人都可能是我们的导师来的。老师，你觉得呢？刚刚讲的是第2点嘛，那第3点有什么？第3点我就讲到一个大家比较好奇，就是财运的部分。在9运的时候啊，最重要的是正北方跟正南方要做好这个所谓的布局啊。我们不是说财运是一定是
钱啊，或者什么，因为像人脉啊，或者是一些机会，那都算是财运的一种。那你要在这2个地方可以放一杯水，一盆水，饮水机的水都可以，但是就是要保持它的干净。北方的部分放一些龙的图文，像是一些龙有关的这个摆设，都会对财运有不错的帮助。北方是摆这些东西，南方呢，你可以摆一些盆栽类的东西，火运嘛，所以也可以摆一些红色的玫瑰花，这也是对财运是不错的。如果环境不允许种花的话，大家可以点一盏灯，不要关，可以让你就是有比较多的机会这样子。个人就蛮喜欢点灯的。我们办公室里面大概有4个角落都会放那种盐灯，那它其实就是点着，它有它的渊源在的。其实像点盐灯，其实最好的东西是因为它本身会热，所以台湾毕竟潮湿嘛，本身也有在除潮湿的功用来。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句话，就是北方放一些有水跟龙的东西，然后南方就可以放一些植物或者是灯。就算它是坐西朝东，也可以找到一个北跟南的方位去放这些东西。而且就是如果你明年想要买房子，不太需要去看风水，重点是要看跟你的这个八字合不合是比较重要的。因为大家都会想说，我买房子要看风水，但其实买房子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看符不符合自己的八字，这样就不要过于执着这件事情。因为现在房子其实也蛮难找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有第2个选择，就是以自己的八字去配。其实我之前的那个，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顾问老师，他之前也跟我讲过，就是大概类似的东西。比如说，我们都是以前都租房子嘛，或者找办公室，通常我们喜欢找的地方，通常就是越高越好，最好看出去就一望无际，哇，你就觉得看 view 超好的。后来认识这个顾问老师，他每次都跟我讲，叫我就是能找大概9楼以下是最好的。可是我每次喜欢看都是看那种什么12楼啦、13楼、14楼这一种，就是越高越好。那他就说哦，因为这接不了地气，所以基本上气的流通，因为好像在老师这边来讲的话，好像中国人比较信气的流通这个东西。我就很好奇的问他一句，我说住高接不了地气，所以会影响到财运这一些部分。那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买在高的地方？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讲的一个东西就是，你到底是有钱搬进去住，还是搬进去之后变有钱？这是2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！你搬进去可能财运会减少，假设你1年赚1000万好了，这时候让你少个300万，你也不觉得痛。可是我可能1年只有100，可是搬进去1年要了300。我是蛮相信这个老师说的话，我有惧高症，而且我惧高症真的超严重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小学从2楼跳下来有关啦，但是就是大概4、5楼吧，在那阳台边往下看。哦，你比我好了，我大概从2楼看我就腿软，我惧高症，所以你惧高症也严重，惧高症比你更严重。老师，那刚刚我们讲了，这是第3点嘛，就是方位的注意事项。第4点呢？第4点其实跟我刚刚前面讲的有点像，就是要多行善。2023转2024，就是转9运的时候，现世报开始会有，就是大家都会想说，为什么一些坏人好像都不会被抓或是怎么样？但其实是因为可能前世积的福报够多，但当你的福报用完的时候，就是现世报的时候。在民俗这样子讲法，我们的福报跟我们的业障是不能互相抵消的。没有说我做多少事啊，我捐多少钱，就是不能用学校的什么大过底什么抵小功什么？对对对，其实这样讲的不是没有道理啊，因为毕竟20年了嘛，20年走一运嘛，要来一次总算账了吧？对啊，所以以前人家常讲啊，不是不报啊，只是时候未到而已，还是要鼓励大家多行善呐。大家其实我有一个蛮好的建议是，在睡觉前可以多跟自己对话，思考一下每天发生的事情，今天做了什么事，今天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，可以保持着一个检讨自己的心态，算是忏悔的感觉。我每天都会做，我会把它写下来，明天起来又是全新的一天。大家都听过紫衣教吧？我女朋友那时候也跟我讲说，那个人就是诈骗嘛。我就跟她讲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说有人跟你说你信我得永生，你会相信我吗？她说不会啊。我说对嘛，很简单。如果说你认为他是诈骗，那他为什么会红？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是你现在所听到的这些怪力乱神的，也不是他，是后人转达他的东西，让你觉得好像他是怪力乱神。然后第2个是，如果说他跟你讲的是怪力乱神，那怎么会有人信他？一定有他的一个道理在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不信邪，然后就报名了紫衣教。我刚进去的时候，我有2个领悟。第一个领悟是，他有限制捐款的上限，不是很夸张的数字，就是他要求你，就是你只能捐到这个程度就够了。接下来就叫我就做一件事，还有我每一天冥想10分钟。一开始我就觉得冥想10分钟有什么难的我就问他时间呢，没有限制；地点呢，没有限制。
你就每天冥想10分钟就好了。那我觉得难是难在你每一天做这件事情。有时候我们就可能就慢慢应酬，如果说你就放了你自己不去冥想，你就是跟我们过去的自己一模一样。我觉得还要传递的一件事情是，你不要给自己找借口。你承诺了你每一天要做到这件事情，管你今天是应酬还是什么之类，你应酬可以提早冥想，或者是喝到一个程度时，你还是要冥想。为了要达到这个承诺，不要给自己找借口。我后来就觉得，你不觉得我们开公司有时候带下属很多的道理都一样，就是不要找借口。是啊，其实就是自我管理能力而已对啊，老师，那第5点呢？第5点就是要注意这个心血管的疾病啊。9运是走火运嘛，那相克的水啊、金啊，水相关的其实就是生殖系统，所以男生要注意肾脏的部分，女生呢就是妇科的部分要特别注意一下。不管是男生女生，其实都是要多运动，让我们的代谢变好。金属性的话，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呼吸道的部分，这都是跟我们9运走火运的时候会比较有相关的。很准呢。哦，很准啊！你属金的嘛？我记得我属金，对啊而且你属金的啊我是真的最近喉咙有一点不舒服。以前喝烈酒都没有什么事，不要说喝烈酒，我喝啤酒都会感受到好像有一股热意贯穿我的喉咙，然后觉得不太舒服在。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看一下？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走这个运的关系，你应该是年纪大了，胃食道逆流。我现在有时候也会有这个，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不能吃太饱，大概只能吃到6、7分饱。你吃到8分饱就容易胃食道逆流了，加上你又喝啤酒，其实真的蛮容易，少吃一点。那小欧平常有运动的习惯吗？我以前有一阵子为了要让自己的身形变好，我做了很多奇怪的疯狂的计划，比如说连续3个月，然后每天去竞走1个小时，或者是连续1年，然后每天运动10分钟，就在家徒手健身。然后后来就因为比较忙的关系，我就没有做。那其实逢年过节啊，不管是每一年跟每一年，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像我们家可能宗教的关系，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很特别注意，就是今年到底有谁犯太岁。那老师，我们想大概问一下，就是2024年有关于犯太岁这个部分，有哪几个生肖是需要注意的吗？首先我们先讲到首当其冲的属龙的这个，大家都知道，今年是什么年，那一个生肖就是犯太岁嘛。犯太岁也有分很多种，像龙今年就是值太岁跟刑太岁，那这2个呢甲辰龙年，所以属龙的朋友会面临这2个太岁的双重压力，你运势会比较起伏波动比较大，事业啊、家庭、爱情、婚姻都比较容易出现转折。因为发生这件事情，所以你的个人情绪也会比较焦虑，在做生意方面也会碰到一些跟人家起冲突或是一些矛盾的部分，但是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正向的面对啊。如果你一直用很正向的方式去面对这些事情的话，其实这个关是可以过的。因为龙年往后加6年的生肖是狗，那属狗就是今年的冲太岁。冲的意思就是有犯冲的意思，做什么事情可能都会有点不太顺利，也有意料之外的钱财的流失。属狗的朋友2024年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，多关注一下身旁的人，不要太信任别人这样子。要讲话之前多想个3秒，不然很容易跟人家起冲突。所以这个是属狗的朋友比较需要注意的。那另外一个是破太岁，破太岁就是属牛的朋友，顾名思义就是会有破坏、破败、破财，容易招口舌啊，或是小人作祟。工作方面呢，也会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有一些小阻挠，不过没关系，就是尽量不要动一些不好的念头，或是有不必要的纷争，理性的去看待这些事情，不论是每天发生的事情啊，或者是你的财务理财规划，这些呢都要好好的检视。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属兔的朋友是害太岁，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，属兔的朋友可能就是事倍功半，所以可能就是要小心，不要遭小人的暗算，就是可以多多发展或是投资在自己身上，增进自己的这个能力，充实自己。你不管付出多少努力，可能会得不到什么收获，但那只是你当下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你之后会有所帮助的。那小欧帮观众总结一下明年犯太岁的属龙的、属牛的、属狗的、属兔的这4个生肖的人要小心注意一下，记得要去点光明灯，要去安太岁。那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，就是说明年12生肖来说，运势大概怎么样子呢？明年12生肖的这个运势呢，我们就先从首位的这个属鼠的朋友，生肖属鼠的，他们就是性格比较活泼好动，做人处事
势呢也相对的比较圆滑，所以身边呢有很多好朋友。那在2024年的运势上呢，他们的财运跟福运都不错，尤其是在事业方面，它会有比较好的发展机会。那只要把握住了，其实就都蛮有机会可以晋升的，生活会过得比较有余裕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就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啊，属鼠的朋友们不要轻易放弃，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成绩。属牛的朋友呢，今年有吉星高照，工作其实就是非常的顺利，不要得意忘形，会乐极生悲这件事情，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，主动寻求变化。这一年是你蛮好的一年，比如说跟公司争取出差啊，或是外派，可以开拓你的事业。那感情方面呢，属牛的男女桃花都会比较旺，可以遇到不错的对象，要好好把握。那生肖虎的朋友呢，其实明年也是非常好的一年，大富大贵，财运一路飙涨，横财不断，就是所谓的刮刮乐啊，有一些不错的横财运。事业上呢，也有很好的发展，受到领导的赏识，也有机会可以升职加薪。工作上呢，不要节外生枝，否则容易惹祸上身。属兔的朋友今年逢太阴，代表女性长辈给予的这个帮助比较大。那在事业上呢，也会有贵人暗中相助，所有事情其实都可以逢凶化吉。健康状况良好，但是要注意这个肠胃方面的部分。在工作上面呢，其实可以待人多一份宽容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嘛，容易招口舌是非啦，会影响你的工作。再来是我们这个生肖龙年，如果你属龙，那你是从商或者是做生意的，是转亏为盈的大好时机啊，要好好把握。属蛇的朋友呢，在2024年事业上能得到贵人的指点，那发展的也会蛮顺利的。那正财收入稳定，只要抓住机会呢，其实就很容易所谓的大赚特赚啦。那生肖属马的人呢，会迎来自己的好运事业方面节节攀升，财富呢也是不断的累积啊，只要能抓住机会，就能财源滚滚，日子呢也会越过越好。对有些生肖属马的来说，虽然工作可能遇到瓶颈，但是只要把接下来的路走得踏实，基础打牢，不久就可以出人头地。那生肖属羊的人呢，运势呢也会有大大的提升，尤其是财运会非常的旺盛，在工作上也会受到贵人的帮助，会为他们排忧解难，使他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，从而帮助到你自己。属猴的朋友呢，就要比较小心了。2024年就是属于比较容易破财啊，在投资的方面要谨慎小心，面对各种困难啊，努力付出啦，一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。投资这方面三思而后行。属鸡的朋友贵气临门啊，会遇到很多长辈的提携，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年份。虽然会有一些工作上面的压力啊，很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，诸事圆满，跟太岁的关系良好，凡事可以逢凶化吉。而且如果你今年呢想要换新的职业或者是投资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属狗的朋友运势将会有一个蛮大的转变，你们会遇到命中的贵人来指点，在事业方面会有突破性的进展，运势呢也会水涨船高。最后一个是我们属猪的朋友，他们在生活中呢总是喜欢独来独往，不喜欢与别人交流，所以他们朋友并不是很多。不过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认真啊，因此在工作上都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。以上呢，其实就是我们12生肖在2024年一个整体的流年运势，这个也是算是大家参考就好。就是老师刚刚已经帮我们的观众整理了一些重点，有一些是运气不错的，或者是有一些要提点注意的，或者是一些你要去争取去 fight 的方向，我觉得还不错。King， 你觉得你这样听完之后，你的感受怎么样？我觉得就是每一年就是这样子啊，好玩嘛。提点这个东西啊，基本上是给我们一个参考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。人生是这样子嘛，就是如果你能提前先知道你今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方向，那你在做事的时候其实比较能够事半功倍。我是觉得刚刚老师给的方向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大方向的参考值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总是面对新的一年会许下很多的承诺，或许下很多愿望，有这个方向会比较更容易清楚知道说，那我要朝哪个目标前进。像大家每年都会许一个什么新年新希望，像我个人是认为不需要去设定目标，你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去前进，在不设立目标的情况下，你会达到一个你永远都想不到你自己会到达的那个高度。老师刚刚讲的跟我的习惯很像，像我每一年就是固定会去竹林山寺，那我就会求一支签。我的签的内容通常我就会跟神明讲说，就是2024年在做事情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所谓的方向或者是准则？通常这种东西我就会整年就会放在我手机壳后面提醒我，是这样子吗？他都告诉你了，那你就
听嘛。我认为老师刚刚讲的，跟我之前在做职涯规划，别人常在说到底什么是职涯规划？其实职涯规划简单的说，它就是你够了解自己就好。因为你了解你自己，你会不断的去做一个新的选择。那也因为了解自己，你会顺从你自己的想法，做出你自己想要的一个答案，不用去追求太远的计划，而是你每一个都是你想要做的一件事情。那个走偏一点的方向，可能都会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，其实最主要还是过了一个新年了嘛。对，没错。对，总体而言的话，其实我相信，其实大家只会越来越好而已。没错，越来越好。我们今天也算是一个特别节目啦，所以我们两个今天弄成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也谢谢老师啊，谢谢我们的民宿老师。如果说今天听完了之后，你觉得这一集还不错，那麻烦留言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感想。你觉得你对你的流年安太岁或者 whatever 什么东西，你觉得有什么感受，都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，或者是 IG 私讯我们，让我们了解你的想法。花了 fuck life， 看有面对人生抉择时的勇气啦。那就庆祝大家2024年龙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！